镜中花，一见一换，美丽却脆弱，让世人迷乱。我落下一滴泪，换你心痛欲碎。若你可以是平安，也算圆满。有生之年能遇见，应了无遗憾。重逢若时光荏苒，我不许你孤单。回首跌宕的岁月，已随风飘散，唯独剩你笑容多绚烂。我宁愿将我半生难，护你失却情，等待你还。纵然是此生也无缘，来世再纠缠。我宁愿承受千岁寒，换你三冬暖，余生不消叹。唯愿你前路永安无波澜。诸位，放开他！陆师爷，放开！你最好对我客气一点，否则刀放下。那你说，你想要什么？我什么都不要。不过，现在摆在陆廷尉面前倒是有2个选择。这一呢，是去救你的母亲，现在去你母亲房间里面销毁所有的证据。不过你一旦离开，我就会立马杀了沈真。哟，心疼了？那你可以留下来救他呀，在这儿跟我拼个鱼死网破，然后眼睁睁地看着周淑安抓走你的母亲。不过我要告诉你，那些证据足以让他身败名裂，死上10次都不止。你在胡说什么？什么证据？不信啊？周御史，这里是镇国公府，请容小的先去禀报长公主。因重要人证闯入镇国公府，维护长公主的安危，御史台前来搜捕，有错。哎，周御史，您不能就这么闯进来了，我还没有禀报长公主呢。皇城脚下岂容尔等胡来？长公主，周御史，你强闯我镇国公府，究竟是要做什么？长公主，确实是有重要人证闯入镇国公府，所以迫不得已才来搜府。仔细搜查，每个角落都不能放过。是。现在信了吧？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。许巍，你在镇国公府动了什么手脚？你为什么这么做？陆师爷，你让我声名狼藉，像过街老鼠一样过着不见天日的日子。我生不如死，我凭什么让你好过？娘子，你来告诉他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陆师爷，你怎么选？你选谁，你的余生都不好过吧？你要是再犹豫的话，他们2个都得死！住手！周御史，在镇国公府的地窖里发现了10几口箱子，这些兵器和我发现的一模一样。长公主，这作何解释？说，你背后之人到底是谁？便是你的母亲，长公主。
你没事吧？你受伤了？我没事，只是皮外伤。你待在屋子里，我去找我母亲啊。私购铁棍的凭证。长公主，这又作何解释？为何要私购铁矿？这些我都不知道啊。那这是你的私印吧？私印可是玉制的。难道我会傻到用我的私印去购买铁矿吗？欲盖弥彰，也是一种谋略。周树安，你大胆！走。苏恒哥哥，他怎么也在？许巍，你不是已经……长公主，长公主，是许巍无能，辜负了长公主所托啊！你在说什么？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给你添麻烦的。我许巍以死谢罪。周御史，眼下人证物证俱在，长公主涉嫌承袭徐案，即刻起封锁郑国公府，所有人等不得出入。住手！想审我，你们也配？我堂堂镇国公府，清者自清，我倒是要看看，是谁在做这种栽赃嫁祸之事。你们几个回自己房间。真儿的手镯，怎么回事？这个手镯，真儿之前一直戴着，但是在被诬陷杀害赵冲的时候，镯子却不翼而飞了。长公主杀害赵冲灭口，再嫁祸给真儿。留一部分人继续彻查郑国公府，剩下的人全力追捕陆时彦。是。哎，陆时彦，镇国公府里的任何人不得进出。沈二娘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长公主今日邀我入府，周御史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承袭渠案是长公主指使的，案情未定，还不方便透露。但是从目前的人证物证来看，是的。人证，许巍。那若他是以死来诬陷长公主的呢？那他的意图是什么呢？又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呢？是或者不是，都是需要证据的。无根之木，无源之水，皆是空谈。那陆廷尉呢？陆廷尉是否参与其中，未知。事已至此，陆廷尉应该去我们御史台交代案情，但是此刻他却不见踪影，他有犯案嫌疑，一律应当通缉捉拿。不可能，他与此事肯定毫无关系。有些事情不是我们不去相信，它就不会发生的。沈二娘子，今日你既出现在郑国公府，那么御史台日后如果需要问询调查，麻烦你配合。自是应该。真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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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跟着我。我知道，
你一时间难以接受，可是我早就提醒过你，你一定要小心陆时宴。你早就怀疑他了？你发现了什么？我发现什么，已经不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今日人证物证俱在，私购铁矿、私铸兵器，那就是谋逆之罪，罪无可恕。我相信陆时宴。哎，真儿，你不要再跟着我了！你若再跟着我，我这辈子不再跟你相见。真儿，御史台奉命搜查。即日起，廷尉府所有人等不得擅自离手，接受御史台详查。别说长公主和陆廷尉真能做这样的事啊！记住，大人。大人，还未断案，不可妄自揣测。是。仔细写，莫要损毁物件。是，大人。这是沈二娘子被诬陷杀害赵冲时所遗失的手镯，今日在郑国公府里发现。长公主，您作何解释？这个手镯我从没见过。这个是赵冲被害时留下的凶手的证据，还有这是您的私印，以及刻有您私印购买铁矿时的凭证。这些，长公主又作何解释？赵冲这个人，我闻所未闻。至于这个印章，见过我私印的人不少。虽是玉制印章，但也不是不能作假吧？那么，按照长公主之说，这些兵器之前从码头运到了郑国公府，您也是毫不知情了。运到我府里的兵器，我却不知情啊。那好，我再问您一个问题：冀北将军之女徐义清，是您安排入府的吧？周御史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只是想知道，您是真的在意徐义清，还是希望两家联姻掌控兵权？哼，什么兵权不兵权的？难不成，作为一个母亲为儿子选一个合适的婚事，也违背律法了吗？长公主，您这些都可以不认，但是这些证据足以证明，郑国公府有谋逆之罪。沈文琪是如何被构陷的？现在倒好了，居然敢栽赃到我镇国公府了。若我镇国公府被定罪，那也是你们御史台的无能。长公主说得好，在下定会仔细查证。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：您儿子在哪儿？这与他更毫无关系。那我们只能全力搜捕了。依律，郑国公府所有人等，皆需归案审查。我御史台以还原真相为己任。长公主，若您真为郑国公府考虑，望您冷静，好好回顾一下这段时间，在郑国公府出现的每一个人，发生的每一件事。怎么会出这种事情？这到底是谁在谋划这一切？身在富贵权力中，世事不是我们常人所能料想的。父亲莫要多虑了。哎，只是真儿她……沈伯父，沈大娘子啊，现在外面都已经议论开了，
说周御史带了大批衙役进了镇国公府，长公主被带走，陆廷尉下落不明。沈二娘子，请留步。他们是故意引我入府，而许巍是有意引陆时宴，然后逃到镇国公府，再引御史台来搜查。那苏恒哥哥为什么恰好在，还抓了许巍？难道他们都盯着许巍？你早就怀疑他了？你发现了什么？我发现什么已经不再重要，重要的是今日人证物证俱在。他发现了什么？这个局早就开始铺了。便是你的母亲，长公主。是许巍无能，辜负了长公主所托。陆时宴，你在哪儿？在镇国公府做下如此手脚，赵管家，该说的我都说了。周御史，可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陆时宴在哪儿？照周御史之前所说，许巍临死前的只言片语，并不足以证明他和长公主有关系，以及犯下了哪些罪行，且按律，在逃案犯的一切证词，当以物证相佐方可采纳。许巍可就是在逃案犯，他的片面之词，何以可以证明长公主有罪？如若长公主无罪，那么陆时宴、陆廷尉又何罪之有？甲弩、毛槊之类，私家不应有者，是明犯禁之物。若诸私藏甲百10副者，处死；刀、枪、弩，拥有110件者，处死；弓箭拥有80副者，处死。倘若许巍的证词是有质疑，那么长公主的犯禁之举又是什么？除非你有证据证明长公主购买铁矿的单据为假，私铸兵器为他人栽赃。如若不能证明，那长公主就是谋逆的死罪。如今人证物证都是既定的事实，本官依律应该禀告皇上。廷尉监，你是陆时宴的心腹，按律你应该是共同参与谋逆的嫌疑。本官现在暂停你所有的职务，等待调查结果。周御史请随意。杨宗问心无愧，告辞。若真觉得冤屈，有这时间跟本官争执，还不如回去好好的找一下证据，证明你家廷尉的冤屈。陛下，从现有的证据来看，赵冲之死与长公主有着直接的联系，更疑似通过许巍、李帝获得大量的不法银钱。苏校尉怀疑长公主就是用这些银钱购买铁矿，私铸兵器。陛下，你刚才说许巍在镇国公府中畏罪自尽，但是先前陆时宴不是判了他死刑吗？苏校尉认为这是障眼法，已死之人更不好查。现在大势已去，只有以死谢罪。你口口声声说苏校尉认为，看来周御史不这么认为了。说说看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微臣认为，此案现在证据确凿，但一切证据来得过于顺遂，一气呵成的让臣颇有疑虑。疑虑却没有佐证。御史台正在查证之中，
倘若迟迟找不到疑点呢？按照证据，此案已可定案。陆时彦在哪里？正在全力抓捕之中。尽快把他抓捕归案。他是否知情，都要给朕查个明白。哼，看到这些了吗？这些都是要朕给他们说法的。朕给你10日，10日后若毫无进展，张公主一律赐死。遵旨。退下。微臣告退。陛下，怎么好端端的又咳上了？来来来，还是让妾来吧。来，小心。都是老毛病了。陛下当心身体。听说长公主出事了。在哪里听说的？怡清说的。啊，就是徐将军的女儿。我让她跟着长公主学规矩呢。今日她回府，发现府门被封了。这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陛下还望帮她查明真相。陛下朝堂之事，妾因妇道人家不懂，只因觉得两人关系亲近，便来多嘴，还望陛下恕罪啊！下不为例，起来吧。谢陛下。太子殿下到。儿臣拜见父皇。起来吧。请父皇明察，姑母向来不问朝政，陆廷尉更是律法严明，怎可能涉险谋逆？此事你父皇自有决断。可是父皇，闭嘴！不明真相就敢妄下定论，你叫朕如何能够安心将朝政交给你？这些儿臣明白，可是姑母……你仔细看看，好好想想如何处理此事。难道你对那些朝臣说，就因为她是你的姑母，所以不会犯错？你觉得你可以服众吗？混账！父皇，陛下，快传太医！是，太医，传太医。长公主涉嫌长西区域案中饱私囊，获取不法之财，用以私铸大量兵器，实乃谋逆之举，将于10日之后处决。陆时彦掌管廷尉府，本应伸张法度，却包庇犯人涉嫌杀人，败露之后逃避追捕，现全城通缉，若有发现线索者，报给官府，赏钱1000贯。钱呐！是啊，得多留意点。没见过。姐姐，你身后有个黑衣男子，刚刚在城西的时候我就看见他，怎么我们到了城东，他还跟了过来？1000贯呐，赏钱这么多啊！他走了，咱们也找找，报给官府。我们可能被跟踪了，应该是来找陆时彦的。阿紫，送给你。
子，去哪儿了？没去哪儿。去找陆时宴了。他在镇国公府时受伤了。他受伤了？那你想过父亲受的伤，沈家所受的伤，你还想再来一次吗？这整件事都是被人设计的，他们是被诬陷的。那能陷害镇国公府的人是什么地位？你想过吗？爹爹被陷害的时候，陆时宴也没有害怕过。要是用阿紫的命能为你换回陆时宴，阿紫义无反顾。可是现在我们只有这里，只有爹爹和你，我们能够守护的也只有这里了。那就当沈家没有我这个女儿。前尘如画，只一刹，谁添了笔眉间牵挂？是你啊，在心底刻下不语的疤，明目无瑕，望穿通宵。从现在开始，直到事情结束，你都不许给我出百香阁一步。用一声叹息去回答，这世间难得两全法，若有情又何必安啊？就好明朝，难离思念如麻。这世间难得两全法，对不起，我忍不住了。没事，放心吧，没事。周御史，这是做什么？御史台奉圣命追捕陆时宴，凡是跟陆时宴有关系的，都需要搜查。所以，既然是公事，那么周御史请便。劳烦了。周御史，现在案子进展如何呀？正如沈伯伯所见，正在追捕陆时宴。哦，那长公主那里怎么样？还未定案，所以无法多言。啊，御史，没有。是。沈大娘子，敢问沈二娘子现在身在何处？她身体不适。我有一些事情想要询问她，现在是否方便？昨日不是都已经问过了吗？沈大娘子，您有所担待，陆时宴尚未归案，御史台不会错过一丝一毫的线索。周御史，周御史有话便问。敢问沈二娘子，离开镇国公府之后，你去了哪里？周御史都派人跟着我了，我去了哪里，你怎会不知？跟踪？我从未派人跟踪过沈二娘子。不是周御史的人。我离开镇国公府后，回了百香阁，刚刚带清溪出门，想着散散心，怎想有个人跟着我，从城西到了城东，我心里有些害怕，就回来了。若不是御史台的人，那会是什么人？应该是和周御史一样想抓陆时宴的人吧。除了御史台，还有谁想抓陆时宴？沈二娘子不必担心，我会留一些人在这里保护你。但是沈二娘子，如果你有了陆时宴的消息，务必第一时间来通知我。想起当日在梧州和周御史书信往来，我还以为我们之间是朋友，
没想到，今日缉拿陆时宴的，竟会是周御史。御史台也是以证据办事。我被污蔑成杀害赵冲的凶手时，现场证据也天衣无缝。我之所以能脱罪，是因为陆时宴到最后一刻都不肯放弃，他拼着性命寻到了真相。周某同样敬佩他的一腔热血，但是我们御史台也是秉公办案。那就有劳周御史了。职责所在。爹爹，阿紫，放心，我不会让你们担心的。许巍之前逃得一命，现在再被发现，是必死无疑。所以他们不惜用许巍的命来构陷我母亲，而就在镇国公府发现这一切的证据，证明这条线早已铺好，无懈可击。假的真不了，其中一定有漏洞。哦，对了，周御史之前问询我时，他曾经告诉我，除非可以证明长公主购买铁矿的单据为假，还有她私铸兵器是被他人陷害，否则长公主必死无疑。不过如今看来，是不是他在提点我们去求证这张单据为假呢？既然兵器是真的，那张单据未必是假的。铁矿单据因为有长公主的印信，才能顺理成章地将罪名扣到我母亲身上。所以真正的线索是那个印章。出事当日，镇国公府所有的人都是震惊和害怕，唯有赵管家似乎并不意外，而且他平日里打理镇国公府各种事务，有很多机会可以接触到我母亲的印章。府中地窖兵器数量庞大，必然有内应协助才能办到。赵管家如今可有消息？如今镇国公府已被封府，所有人都被困在府里。我母亲可还好？长公主目前被幽禁在御史台。我们尽快分头去查。喂！哎呦，干嘛啊？做贼啊？你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吓我一跳！什么叫我哪儿冒出来的？我是来找沈二娘子的。要是你啊，以往来到百香阁，恨不得一头扎进去。今天怎么了？怎么犹犹豫豫的？你不会是想过来提亲吧？你觉得现在是时候吗？哦，对，确实不是时候。哎，行了，你快进去吧，别烦我，去找真儿吧。哎，你别乱说话，惹真儿生气啊！我可没你嘴欠。你快告诉我，皇宫里有什么最新的消息？镇国公府此次怕是在劫难逃了。
虽然谋反未成事实，但是私购铁矿、私铸兵器，已经涉及谋逆。十二娘子，我知道这些话有些重，可是我只希望你能有个心理准备。就算这世上所有人都不相信他，我也会相信他。我也相信陆廷尉。可是，长公主呢？若长公主确是这一切的主谋，即使陆廷尉逃脱，那日后你又该如何面对他？他是害你父亲蒙冤入狱、夺官丢职的罪魁祸首。还有你阿慈，也是因为这件事情，受到了那么多的苦难，连命差点都没了。他面对仇人的儿子，又怎么能笑脸相迎呢？我觉得，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情，那是两个家的事。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我也曾一度怀疑，一度彷徨。如若长公主真的是承袭渠的主谋，那我该如何面对陆时宴？但我选择相信他。抓长公主时，陆时宴就在镇国公府。当时我被许巍胁迫，陆时宴被牵制住，许巍还称府内有足以让长公主获罪的证据。后来许巍逃脱，陆时宴去追，许巍逃到了前院，被苏恒抓获。当时陆时宴也一定在前院。我了解他，若铁证如山，他定会站出来和长公主一起承担罪责。所以，他逃跑是因为相信他的母亲，他要去查证。对，我相信他，所以我也相信他的抉择。你见过他了吗？他一个人怎么查？需不需要我帮他？他应该也是怕牵连到我。徐娘子，你也千万不要贸然行事。如果你受到牵连，我们怎么过意得去？清者自清，我不怕，你也别怕。唉，你们可真是痴情又苦难的一对儿。不过我倒是很羡慕你能有这样可以倾心付出之人。对了，门口还有个痴情的呢。谁啊？你的苏恒哥哥。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站在门口不敢进来。那你帮我带他进来吧。好。真儿，我知道你现在一定非常难过。就算你怨我好了，但是有些事情宜早不宜晚。苏恒哥哥，我不怨你，但是我和陆廷尉是一心一意的。若他真的会死，我也不会独活。真儿，你怎么这么执迷不悟啊？长公主谋逆一案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这是罪无可恕的。那证据只不过是在镇国公府内被发现，可以是伪造的，也可以是被嫁祸的。是你亲眼看到长公主私购铁矿的吗？还是你亲眼看到她私铸兵器了？那是我亲手从赵冲的身上撕下带有长字的血衣，也是我亲眼看到大量的兵器从码头运往镇国公府。还有你那个手镯，也在镇国公府被发现了。这些怎么伪造？我看你不是不明白，你就是被那个陆时宴迷晕了眼睛。你连自欺欺人也不愿意相信我说的是真的。真儿，我真的是为了你好。你说什么？长字的血衣？赵冲出事的时候，你刚回来没多久，你发现了血衣却不拿出来，是因为你先入为主，对陆时宴不满，所以你去监视镇国公府，想查他的罪证。那你发现了血衣，为什么不拿出来？你又如何判定你看到的一切就一定是真相？我的手镯在镇国公府，你就能判定是长公主杀了赵冲灭口的吗？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这么大事呢？哎，没想到一切是因为我。若不是因为我让苏恒哥哥对陆时宴有了敌意，发现血衣时就不会不拿出来。若当时能看到血衣，陆时宴一定会警觉。
现在该怎么办？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爹爹。爹爹老了，这个肩膀啊，以后也经不住你们依靠了。爹爹不老，女儿有爹爹就安心，要靠爹爹一辈子。哦，那不管陆时宴了。真儿，最近是不是心里头难受啊？爹爹，你呀，要理解你阿紫啊。哎呀，你阿紫可算是长子如母，再加上爹爹最近出了这些事情，他一个人扛了太多，啊，可以说是历经生死。所以啊，现在这一份安宁，对于他来说，实在是得来不易。啊，他打你那一巴掌，你以为他心里不痛吗？他在屋里头哭了整整1夜，爹爹亲眼看到的。爹爹，我明白，我不怪阿紫，只是我放不下陆时宴。放不下，就不用放啊。你看啊，对于沈家来说，陆时宴是我们的恩人；于你来说呢，你们之间又有情。如果你相信他是清白的，就尽一切所能去帮他；若是他真的有罪，那么行前1碗酒，了却今世情。他绝不会犯此大错。所以啊，你才要拨开迷雾，勇往直前嘛。啊，爹爹，谢谢你。哎呦，哎呦呦呦呦！来了。干什么去？啊，那个我就是想出去散散步。跟你们说过不准出门，关门。哎，是。怎么还不来接我？赵管家，什么事儿啊？上次您让我们帮您搬了一些私货囤在府里，可是答应过要给我们每人5两银子的呀。不是，你看我现在被封在这儿，上哪儿去给你拿钱呢？你等镇国公府解了禁，答应你们的1个字都不会少。虽然上次我们没在前院，但现在的事谁不知道啊？上次我们搬运的可是兵器呀，赵管家，这可是杀头的罪。不是，咱们有话好说啊！你等我出去之后，钱一定会如数的给你们。镇国公府解封前，我们务必要拿到钱。酒尽如帘尾，风相随。
唤醒了往事，润色眉。山水一泻而留白，为谁是爱恨笔记的明慧？愿用心碎换一滴泪，去消减这一路的颠沛。若无相欠，更何谈轮回？不是你悲欢都不对。错过前世般配，换取今生丰沛。人薄却云贵，共安